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对华政策有错误。新的对华缓和态度会不会获得中国的配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1月7日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CNN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估计很多人听完这段话之后是要吃惊的，特别是美国国内很多人估计会气得跳脚。当时呢 CNN 记者问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沙利文回答，目标是要营造一个环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让两个主要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一起运作，希望这种共存的关系有利于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作为一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强调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倒也没毛病。但是 CNN 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沙利文话里还有话，于是这位记者眉毛一翘，紧跟着追问一句，怎么个意思？不打算改变中国了吗？沙利文说了，我觉得美国过去对华政策就是错的，过去总以为通过美国的政策可以影响并且永久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是拜登政府就不会这么干了。拜登政府需要的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对我们有好处就行，不要老想着去改变中国。这段话对沙利文而言，应该说只是他个人一贯主张的延续，而对美国而言，这可能就是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其实中美共存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代表总统和政府说话，如此否定以前美国政府干涉中国政治制度的政策，强调要在不干涉的前提下共存，这个是个新鲜事儿。那么中美关系发展呢，从90年代初开始从紧张逐渐缓和，到了2008年有一个最为融洽的状态了。2008年前后，美国国内不仅出现了 G2， 就是中美两国共同领导世界的声音，甚至还出现过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发展迅速，美国发展迟缓，美国应该把世界领导权交给中国了。因为那个阶段，美国有人认为中美关系越好，越有可能通过美国的影响力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可以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的伙伴。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他们那个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然后这些人发现中国没有走向西方式民主，马上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逐渐又走向对抗。但是用其他手段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美国的目标。这次呢，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有几个门槛是一定要迈过去的。第一，是要承认过去的错误和失败，表达这种观点风险特别大，尤其是美国国内像什么共和党还有部分民主党一直在坚持对中国的改造。现在你沙利文把这个话放出来，连沙利文带拜登一定会被围攻，特别是拜登以前一直被称为是严重的亲华，这下子有可能在美国政界捅个大马蜂窝。第二，还是要承认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可以和美国的利益以及价值观并存，甚至是在承认中国说的互利共赢。这不仅仅在美国呀，恐怕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会引起很大的波动了。第三，还要承认美国利益已经跟中国利益分不开了，不一定是一荣俱荣，至少能保证你是一损俱损。所以要想改变中国，这个风险这个代价美国也不能承受。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拜登政府是不是非常需要中国？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情况很不乐观。10多年来啊，民主党一个最主要的票仓弗吉尼亚州这次选举中都已经丢给了共和党。那么眼看着共和党跟特朗普就要杀回来的样子，真是气势汹汹。所以对拜登来讲，对华政策好像只有2条路，一条是更强硬，争取讨好国内的选民，但是这么干的话，只能证明他必须学习特朗普。一个总统要学习特朗普，不是反而说明特朗普应该获胜吗？而且这种强硬面对中国还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另一条路呢，就是明确民主党当前主要的敌人就是共和党，根本就不是中国，所以至少在经济领域要跟中国打一个配合，把自己的选情搞上去，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这相当于是联中抗个共，当然这个共是指共和党这个共。应该说拜登还有沙利文这个态度算是一个良好的起步，但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日之寒，
拜登选择沙利文当国家安全顾问，当然是为了向中国示好。但是只有一个沙利文，就算再加上对中国一直态度不错的财长耶伦，这些带有理性思考的美国高官，恐怕数量还是不够。最关键的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影响因素。由于那一系列的法律存在，拜登要想立刻改变这一切，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可能。但是美国起码要保证中国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我们才能够按照我们的一贯政策去推动互利共赢。所以呢，拜登政府现在应该赶紧治好自己的选择恐惧症，否则很有可能民主党不得不把白宫和国会通通丢给特朗普，然后只能看着特朗普带着整个美国一起撒欢发疯。好，关于为什么美国政府突然放出一副崭新的对华缓和关系的态度，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